一场规模更大的轰炸即将爆发。俄军数十架战略轰炸机蓄势待发。俄军换了总指挥之后，战法也变了，队伍战略变成了打击后方电力能源以及消耗乌军有生力量。乌俄双方在前线激战的同时，不断派遣无人机轰炸敌人的后方。不过乌军打击的基本上都是弹药库、指挥所之类的，目的是削弱前线俄军战力。但是俄军则是打击乌本土的能源基础设施，破坏乌克兰后方的稳定。现在已经摧毁了乌克兰境内1/3的基础设施。12月初的时候，泽总也说了，由于俄罗斯军队轰炸了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近600万用户的电力供应已被切断。如果俄罗斯再对乌方实行轰炸，整个乌克兰都将进入瘫痪。那么俄军这次在空军基地准备的轰炸机是对乌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轰炸，还是另有目的？克什大桥事件之后，俄军就没有中断过对乌本土的轰炸。俄军对乌克兰境内轰炸，大家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但这一次跟以往有不同，规模要比之前高上好几倍。11月28日的时候，乌克兰通过北约卫星照片发现，最近俄军的轰炸机有点不对劲儿。恩格斯基地内至少出现了31架军机，其中包括了至少20架图95MS 和6架图160轰炸机。此外，还有大量的伊尔76运输机。这还不算那些可能在机库内保养的轰炸机。而在半个月前，该基地内出现的军机只有15架，这还不是乌克兰的一家之言。多家媒体和军事观察机构通过商业卫星公司提供的最新卫星航拍图像，发现俄罗斯西部出现了异常的军事调动，轰炸机停放的密度很高，其中一些飞机都已经是相互挨着了。自乌俄战争开战以来，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俄罗斯的恩格斯空军基地是俄罗斯轰炸机部队最重要的一个基地，位于萨拉托夫州靠近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距离乌克兰边境约700公里。常驻2种飞机，图95MS 战略轰炸机和图160，算得上是俄空天军战略轰炸机的母巢。图95MS 是俄罗斯战略轰炸机部队的骨干，主要装备 KH-55 空射巡航导弹，而图160轰炸机威力更猛，可发射长程巡航导弹，在敌人防空网外进行攻击。此外，还可以低空突袭，气动布局和美国的 B-1B 差不多。当然，虽然图160比 B-1B 更大更重，但战斗力并不占优，尤其是电子设备和隐身方面与 B-1B 差距不小。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够用了，其携带导弹的数量可不少。除了战略轰炸机，俄导弹地面部队也换上了新装备。俄罗斯集团军的12个导弹旅全部都换成了最先进、威力最大的伊斯坎德尔 M 型的战术导弹系统。伊斯坎德尔 M 里边可以打2种导弹，一种是弹道导弹，还有一种就是巡航导弹。导弹的射程480到500公里，还可以用核弹头，加强俄军纵深打击的能力，能够摧毁乌克兰在后方的这些基础设施、兵营还有弹药库，进一步削弱乌军的作战能力。火力军看俄军这架势，这次轰炸的规模不小。俄罗斯轰炸乌克兰主要有3种打击方式，一种是在黑海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第二种是在本土发射伊斯坎德尔导弹。但是因为射程问题，要轰炸乌克兰西部就需要采取第3种方法，利用战略轰炸机发射远程空射巡航导弹。这次的轰炸很有可能是几十架战略轰炸机、伊斯坎德尔导弹地面部队以及俄罗斯海军一大群舰艇一起上。按照乌克兰的估算，总共可以发射400枚导弹轰炸乌克兰。现在俄军空袭最猛烈的时候，导弹数量也不过上百枚，这下直接翻了3.5倍，造成的损失也会更多，整个乌克兰或许都会瘫痪。俄军那么大的动作，乌军自然也有一定的措施。乌克兰情报部门在获得轰炸情报之后就公布了，说乌克兰境内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要遭到轰炸。泽总在演讲中也宣布，俄军的大轰炸即将到来。那么乌克兰怕俄军的轰炸吗？答案是肯定的，怕。要不然泽总也不会喊话联合国，说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是杀害平民和破坏民用基础设施，是恐怖主义行为，要求给普京定上反人类罪。现在的乌克兰空军和防空部队在抵抗俄军远程精确打击时拦截率很高，但无法阻止乌克兰断电。
无论哪家的防空系统都没办法100%拦截导弹。不过乌克兰也有一定的解决办法。乌克兰基础设施瘫痪之后，北约除了向乌克兰援助武器弹药之外，还向乌克兰援助发电机、电网设备、供暖设备等。比如，美国打算向乌克兰提供5300万美元资金，用来帮助乌采购关键电网设备。德国、英国、法国等北约国家也开始向乌克兰援助发电机等设备，并且还通过各种途径向乌克兰援助汽油、柴油等油料物资。而且，波兰总理、挪威外长、爱沙尼亚外长、冰岛外长都去了基辅，表示会支持给乌克兰更多的发电机。因为俄罗斯的轰炸，现在乌克兰的电力存在很大缺口。在能源领域，乌克兰也可以通过欧盟回收天然气，石油领域也是一样。有了石油加上发电机，那乌克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部分电力供应问题。现在乌克兰各州的重要设施已经逐渐恢复供电，下一步就是恢复居民和商户的用电。至于俄军在这个时间选择空袭乌克兰的原因，应该就是减少战争伤亡，顺带瓦解乌军攻击克里米亚的计划，还有就是停战谈判。除了准备大规模空袭，俄罗斯近期在战场上加大轰炸力度，并且开始使用温压弹、燃烧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普京这是想要在谈判中占据优势，签署一个有利于俄罗斯的停战协议，至少是暂时休战，获得喘息之机。之前泽总在表示愿意与俄方谈判时，除了要求俄罗斯撤军、惩罚战犯、归还领土、尊重联合国规定，并赔偿乌方战争损失外，泽总还要求归还扎波罗热核电站，保证乌方的粮食与能源安全，释放所有战俘，并确保不再侵犯。普京自然是不同意，毕竟战争打了那么长时间，这个时候选择接受，普京真的就没办法继续在俄罗斯当老大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击乌克兰的战争潜力。不过，乌克兰境内的军工企业处于停滞状态，对于乌军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毕竟有北约各国源源不断的支持，乌军虽然不能大手大脚，但保证日常战斗需求还是可以的。当然，俄军此次行动的终极目标也有可能不是乌克兰，俄军西部所面对的还有欧洲。俄军此次战略异动的真实目的，可能是在威慑整个北约。毕竟俄罗斯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莫斯科把战略轰炸机部署到边境，基本上都是为了执行威慑任务，而不是实战任务。今年10月份的时候，奥列尼亚空军基地就出现了大批俄罗斯核战略轰炸机，有7架图160轰炸机以及4架图95轰炸机。奥列尼亚空军基地位于克拉半岛，不在乌克兰边上，在北欧方向，与北欧3国芬兰、瑞典、挪威相去不远。俄军轰炸机部署地点距离挪威边界才200公里左右，意思就很明显，小心点儿。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携带沙皇氢弹的图95战略轰炸机就是从克拉半岛起飞的，起飞地点也是这个奥列尼亚空军基地。不过，不管俄罗斯再怎么威慑也没什么用。至于普京想要升级乌俄战争，肯定不可能，乌克兰都打不过，就别说北约下场了。所以，俄军此次异动最大的可能也只是和以前一样，对乌克兰境内目标进行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紧急向北约求援。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向美国喊话，希望美国尽快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乌军司令部发言人也向北约表示，希望更多的防空系统。毕竟俄罗斯真要发射了这些导弹，单凭现在的防空系统拦不完。值得一提的是，波兰11月的时候就表示，希望德国把提供给波兰的爱国者系统给乌克兰。德国则是划水，说这些爱国者是北约综合防空系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应该部署在北约领土上。如果他们被部署在北约领土之外，需要事先与北约及盟友讨论，模棱两可。美国则是表示，还没有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的计划。远程导弹不援助火力军能理解，万一乌军打到莫斯科，那战争肯定会走向一个无法预测的局面。所以泽总在寻求支援的时候，射程太远的武器也提，不过频率一般，但爱国者基本上就是常客。爱国者的数据可能不是特别吓人，但它是防御系统，其探测距离最大可以达到400公里，就算是拦截导弹打不了这么远，也可以引导其他导弹或飞行器攻击锁定的目标。
俄军好不容易通过空袭打掉了乌境内多个关键设施，想把乌军堵在了这个严寒笼罩的冬天，目的就是为了速战速决，尽快在战场上获得优势，把乌方逼上谈判桌。如果这时候美国送来爱国者防空导弹，那么乌军有了倚仗，应对俄军空袭更有底气，后勤上的压力大大减轻，反攻起来只会更猛。所以俄罗斯也表示，如果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那他们将立即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因此就形成了现在的局面，乌克兰希望美方扩大武器援助范围，北约犹豫不决，俄方严厉警告。不过归根结底，俄军这次异动还是乌俄战争的影响，毕竟一切顺利的话，俄罗斯也不会调动战略轰炸机。虽然乌克兰已经步入冬季，但是战争依旧没有停止，反而是越发惨烈。这种情况对乌克兰是有利的，北约的军援加上源源不断的士兵，俄军迟早撑不住，甚至还有了开辟战场的打算。白俄罗斯电报频道表示，一列载有至少15辆道尔防空系统以及10辆工程设备的961号军列，从俄罗斯境内开往了位于布列斯特支线的列斯纳亚站。俄军很可能会联合白俄罗斯军队再次对乌克兰发动攻击。当然，这次攻击与乌俄战争不同，很可能仅仅是为了牵制乌克兰军队，迫使乌军将其精锐从前线调往乌克兰北部，以缓解俄军在现有战线的压力，为俄军新的攻击创造条件。毕竟现在的乌军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只部署了国土防御部队，缺乏足够的重武器。如果白俄参战，对乌军来讲确实有一定的问题。不过先不说白俄会不会参战，俄军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开辟另一个战场，除非俄罗斯全国总动员，前线打不过又没办法开辟新战场，俄罗斯就只能选择威慑或者干点不人道的事儿，寻求新机会。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军集结战略轰炸机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见。